是罗帅宇，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一名普通医学生。如果此刻你们能听见我的声音，那意味着我的生命里无法亲自回答那些未解的疑问。但请相信，我的每一条录音，每一个字句，都是对真相的执着，对生命的敬畏。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坠亡事件仍在调查，电脑中发现多笔转账记录及举报材料。医院要求家属签认定自杀协议，家属怀疑罗帅宇跳楼另有隐情。2024年5月8号，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生刘祥峰因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期间，实习医生罗帅宇在住宿楼坠亡，当地警方初步认定为跳楼自杀。医院要求家属必须签认定自杀的协议，才肯归还罗帅宇遗物。家属领回遗物并找人恢复电脑数据后，发现了多笔疑似与举报医院非法行为相关的转账和举报材料。举报资料显示，实习期间，罗帅宇发现了医院存在医疗腐败行为，尤其是副主任刘祥峰的过度医疗等不当操作，如切除患者正常肠管、伪造绝症病历、故意把结石塞进病人体内等，还疑似存在洗钱活动。其父亲向国家卫健委、湖南省卫健委进行了反映。6月12号，湖南省卫健委回应大河报记者称，信访材料确已受理，医疗腐败问题的事项已经移交公安机关，仍在调查核实。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春城晚报的报道，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间，湘雅二医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罗帅宇转账共计40多万元，部分转账发生在刘祥峰2022年8月25号被查之后。这些钱的来历，目前家属不知，警方也没有给出说法。2022年8月，网上出现大量对湘雅二医院医生刘祥峰的举报。同年8月25号，长沙市纪委监委发文称，认定刘祥峰涉嫌严重违法，有关部门已将其控制并调查。就在刘祥峰接受调查期间，2024年5月8号，湘雅二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身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杀，但从坠楼点需翻越1米高的隔离墙。坠楼前，他还给同事发遗言式短信，实在难以理解他为何自尽。坠楼后，医院态度耐人寻味，提出补偿方案，要求家属签自杀协议才交还遗物。家属拿回电脑后发现数据被删，举报文件里是令人心惊的违法行径。而且刘祥峰被判后，罗帅宇仍在收集举报材料，这背后是否隐藏着黑幕？如今事件核心疑点清晰，罗帅宇为何自杀？医院协议是否属实？举报材料是否真实等，都亟待解答。罗帅宇以生命发出正义呼喊，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希望调查组彻查到底，还医疗以净土，还正义以光明。这是。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罗妈妈。这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举报材料，举报医院的腐败，举报刘祥峰。请家人们持续关注我们，支持我们。是披着人皮的恶魔医生，为了敛财将结石放入患者体内，以增加医疗费用，甚至在孕妇生产的时候将其血液涂抹在自己的身上，伪装成大出血，要求患者家属购买其指定的止血凝胶，堪称是罪大恶极。谁找他看病，那就是倒了8辈子的霉。而这个人间恶魔就是刘祥峰，是湖南湘雅二医院急诊中心的副主任兼医学教授。然而身居高职的他却医德败坏，不想着如何造福百姓，反而是为了敛财不择手段，利用患者的信任，充实着自己的腰包，甚至直接化身为了地狱中的魔鬼。当初有一名孕妇来到急诊室接生，由于刘祥峰不是妇产科医生，为了能从中狠捞一笔费用，他竟然跑到了手术室内，将孕妇的血涂抹到自己身上，然后一脸慌张地告诉家属，病人现在大出血，急需要使用止血凝胶。为了手术室内的母子平安，家属们来不及犹豫就掏钱买命。然而对于病患家属支付的这笔费用，则完完全全地落到了刘祥峰的口袋里。对于这样的案例，其实还是刘祥峰捞取油水较少的手术，为了谋取其中的回扣，他竟然告诉一个正常人得了癌症，需要定期来医院接受昂贵的化疗。经过长期这样的折腾，这名正常人也终于患上了重病。除了身体健康正常的人不放过以外，面对本身就身患疾病的患者，刘祥峰始终用的还是骗钱的那一套。在此之前，还有一位患者小林也被刘祥峰故意夸大了病情。小林感觉后背疼，刘祥峰上来先让做个全身的大检查，结果最后被告知胰腺处长了个恶性肿瘤，需要把整个胰腺切除。小林一听是肿瘤，吓得想也不想就同意了手术。第一次手术，刘祥峰直接把小林的整个胰腺切除，本以为切掉肿瘤之后病就能够好了，结果手术之后没多久，小林就开始发高烧，而且持续不断。
小林很担心，刘祥峰却告诉他不用慌，这是正常的，再做一次手术就好了。结果第二次，刘祥峰给小林做了个胰管引流手术，2次手术下来花费了近70万。后来术后复查时，小林去别的医院进行的，结果从另一个医院的医生那里得知，自己的病根本就不需要动2次手术，而且也没有刘祥峰说的那么夸张，治疗下来也就10几万，根本用不了70万。如果说以上的例子还只是刘祥峰故意让患者多做2次手术，从而借机牟利的话，那后面刘祥峰的所作所为就更加的让人痛恨。恶魔医生刘祥峰为了吃回扣，谎称病人得了癌症，为健康的患者安排多项化疗方案，终于在他的精心呵护之下，患者直接生命垂危，他则是靠着手术赚得盆满钵满。在2018年的时候，一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因为肚子里长了一颗巨大的肿瘤，来到了这所医院就诊。当时肿瘤已经严重压迫到了肠胃，随时都有可能危及生命。可是由于年龄过高，医生们都不愿意开刀做手术，而当时恰好赴美研学回来的刘祥峰就嗅到了商机，接待了这位高龄患者。就在老太太的肿瘤顺利切除后，准备缝针时，刘祥峰趁着周围人不注意，将几颗事先准备好的结石放入了老太太的身体里。家属看到老太太安然无恙地从手术室内推出来后，一边夸赞刘祥峰的技术高超，一边塞了一个大红包作为感谢。然而几天之后，老太太就又因为结石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于是家属们又找到刘祥峰做检查，而刘祥峰则是脸部红心不跳的谎称是老太太术后产生了并发症，引发了结石，需要再次破开腹部取出。但由于先前的肿瘤手术是刘祥峰做的并且缝合，所以老太太也只能找到他进行手术。而刘祥峰从这2次手术当中以及家属给的红包，已是赚取了数万元。好，对，请不到我们那切掉了，这还是没切掉了就切掉了。那他咋后面咋活呢？他活在他活不活了，就看病了，就看他命了，是吧？没有什么可怕的，家人们，可怕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不怕。我妈妈50几岁了，怕什么？我儿子才28岁，他都能勇敢地站出来，为我们的患者着想。我妈妈还有怕的吗？我的家人们还有什么怕的吗？不怕。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情，如果我们再不把他们后，他们还会继续做那些坏事，做坏事不眨眼的。这事情必须要坚持下去，真的没有退路，不可能退。如果有退的话，罗妈妈回来拿住那些电脑里出来的东西，就马上就向各个部门上交。我是6岁的爸爸。我儿子为了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手术医生，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了20多年，为此不懈地奋斗。在即将毕业的20多天，不明原因坠楼，这是为什么呢？罗爸爸一直在坚持寻找答案，追查真相。感谢所有家人们支持、点赞、转发。当他们知道我们的电脑、手机解开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多么恐慌吗？电脑和手机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发了些东西在网上嘛，他们看见了，打电话来，非常凶，非常的恐慌，就说罗医生爸爸，你们把电脑解开了吗？解开了还有问题吗？你们是专业的，你们解不开，我们解开了。非常凶，他们不是非常凶，他非常恐慌。他说你们要冷静，你们别冲动，就叫我们不要冲动，要冷静。他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的，我们要过来，我们到四川来，说他们到四川来。对，特别是知道我们把电脑解开了，手机解开了，他们非常恐慌，就对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冲动，你们不要在网上花，你们不要冲动。过几天他们就来四川了嘛，他们到四川来，我跟罗爸爸都还走路都要人搀扶嘛。我跟罗爸爸他们第一次来，我跟罗爸爸都还起不了床，是大伯小叔去见了他们一面。第二次来，他非要见我和罗爸爸嘛，小叔和大伯见了他们一面，罗爸爸小叔和大伯扶着罗爸爸见了他们一面。罗爸爸说看什么，我只要真相，我只要真相。
我只要有真相，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只要真相，哪怕是伤心欲绝的我也接受，我只要真相，我不要你们欺骗我。他们还要求我签保密协议，保什么密？保的是什么密？就是为了他们给我儿子泼脏水，把他们医疗的恶劣行径，不管是不是癌症，一律按癌症治疗，然后把那些罪名全部强加于我儿子的头上，就是为了这一点。5月份的时候，正式审判恶魔医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出示人证、物证，要专业的人证、专业的病历，哪去找？只有我儿子帅宇，他的手机里，他的电脑里存有恶魔医生的录音，存有恶魔医生口述的病历，这就是他被谋杀的原因，这就是他惨遭毒手的原因。你们给他一个不明原因罪了，你们找不出什么原因，我给你们找出来了。你们要求保密，把电脑的数据删除，可是我们找出来了。他们说他们给20W 想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我们坚持必须要查真相。他们给我们的家属做工作，说把这个补偿提高1半。40W 的领导还说让他们白房子的领导捐献，不捐，给我们最高的补偿，让我们不要对孩子进行2次的伤害，不要进行什么尸检，没有意义。是我们都坚持需要真相，必须要他们查出真相。所有的家属们都买好了车票，只有我打算在那里追查，我没有买票，他们都把票买。就在当天下午，他们白房子和帽子商议找我们的家属，让他们把票退掉。第2天同心的说把手机还给我们，让我们签署一个协议，签署一个保密协议，电脑、手机可以还给我们，补偿由他们说的40W 再翻倍加倍，从40W 变成了80个W。帽子还说他的导师让他单独给5个W，这是帽子，李帽子就是那个指导员，他去做工作，翻倍从40W 翻到80W， 让他的导师单独出5个 W， 一共是85个 W， 还有其余的车旅费加上2个 W， 要求我们签署保密协议。当初我也是想了保密什么密，保密的内容具体要保什么密，这个密这个是黑密吗？给我们保的是什么密？我一直也没有想通。所有的文件我们没有，所有的协议我们没有，任何的纸质的资料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料都没有，等于我就是在他们那里签了一个保密协议，然后拿回了我儿子的手机和。你们为什么要封住罗爸爸的嘴呢？封住罗爸爸的嘴是什么原因呢？你们用了密来封，还没有把罗爸爸的嘴封住。你们用85个 W 都没有把罗爸爸的嘴封住呢，你们知道吗？黑粉你们知道吗？他们承诺了用多少密来封住罗爸爸的嘴，你们还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要用密来封住罗爸爸的嘴？你们还在那里帮助他们，你们就是那些坏分子的爪牙吗？他
他们给你们多少米了？今天下午实在是忍无可忍，我忍无可忍，然后才重新去让罗大宝给我找了一个账号。你们要举报就去举报，把我干下去。我明天又来起新号，我明天又起新号，又来首播，又来看我怎么突破一千人，我仍然开一个千人直播间。昨晚我梦见我的儿子罗医生了，他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在抢救病人，一直在坚持追查真相。我的案子就是关于湘雅2院组织人体器官买卖。我家的罗帅宇是这里边的一名研究生，因为手机里边的这些器官来源不明，这些录音、这些证据、转款记录，所有的这些东西被他们发现之后，产生蒙害了嘛？蒙害之后，我们事后在他电脑手机里边发现了大量的举报材料。他这些举报材料他没有完成的，我们就把这些材料要交出去嘛。你举报到卫健委啊？我举报卫健委干嘛？我们举报的是湘雅2院组织人体器官买卖，然后办案人员还参与制造假案、消费体系、隐瞒事实，制造假案、消费体系、隐瞒事实。你寄给卫健委，卫健委有管辖的。卫健委他们说他们不管，后来我们又寄到那个中压下来，他们之后现在他们说他们立的是什么案，他要下来，他们也没有任何一个立案通知书，他们立的我们大家的猜测这案，立的是我们国家，就是只是从别人上立了嘛，他最多就是内部处理嘛，或许一些人调离岗位嘛，跟我们罗家人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嘛。你要是想知道，你要是想有一点关系啊，你寄那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啊。信息公开，他们那边我们寄到那个巡视组的，我们东西还没有发出去，就有短信来拦着我们。我在想，我们寄出去什么东西可能都没有用。我们亲自去交，他说又不是他们的管辖。后来一些材料重新写了一下，寄出去，电话要打，但是没有，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回应嘛。我们就在想嘛，信息公开不是寄给巡视组的，是寄给。你要谁公开那个立案告知书，你就寄给谁。信息公开在哪里寄啊？我跟你是找不到。你写一份信息公开的申请书，你要写明你要申请公开什么信息，你要公开那个案件的立案告知书的话，还有处理进度，你就写明白，然后就寄给你刚刚说那个已经立案的。立了他就不给我们的通知书，没有立他才给我们，我们就搞不懂。这个还有他们是行政案，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帮助。我们这个是属于刑事案，刑事案你就必须用公安机关，他们要参与侦破，他们就把这个刑事案就简化成为一个民事案。其实我们拿个电脑手机回来之后，我们就把电脑手机打开恢复数据之后，就发现了里边很多报材料，一些转款记录，各个方面的所有证据全部也就出来了。这只是一方面的，那个电脑里边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那个聊天记录就是微信和 QQ 的聊天记录严重的断层。当时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里面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数据被固定，电脑是一个废屏。到后来我们拿回集团之后，把电脑手机解开，发现里面这么多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他们那边公安雨花区公安就跟我们说这个要走什么行政复议复黑，现在已经到复黑，然后又要叫我们向检察院，都是在他们那个圈子之内。然后真正那个
江阳二院管辖的芙蓉区，我们交的材料交到长沙市公安局的，长沙市公安局在9月4号，去年的9月4号就把这个材料就下发到那个芙蓉区分局，芙蓉区分局在9月5号就把那个材料就下发到他们的刑侦大队，到现在没有任何回音。我在9月15号嘛，就是5月15号，我又重新拨打电话，报警电话，然后他们叫我重新交材料，带着材料，他那边的派出所的所长叫我带着材料去做笔录，我后来就给他的打电话，16号、17号、18号这几天我都在打。他一直后来他的电话一直就打不通，19号我就把这个材料给他寄出去，寄到他们那个地方，他们21号就直接寄收，看都不看。我今天又重新拨打了听110，我说这种案件为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直接给我们寄收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相隔4分钟，那个派出所的所长他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个材料写的哪个电话，我说就是写的这个材料，本来就是写的这个电话，还有写了他们的座机号码。他听着说就叫我重新给他寄过去，我今天准备跟他又重新寄过去吧。你寄到这个基层的派出所，他们是不敢办这种案子的。但是呢，这个必须他们公安不管，然后我们只好从基层就重新来一波嘛。已经这个事件就是1年多了，他们一直就是推来推去，该管的地方他们就关门。那个芙蓉区公安局的和行政大队的电话都打不通，无法打通。这个公安局的打通，他说他是接线员，他没有就回答我。因为长沙市公安局统一回复，长沙市公安局就没有任何回复嘛，没有办法嘛，我们找不到哪个地方怎么投交，怎么报案，他们一直就是推来推去的嘛。这我们这些苦主真的很难呀，找刑事组也不管，说那个那不是他归他管辖。后来我们那个材料可能也是写错了，后来又重新写材料。材料写好之后交过去，交了5次5本，还有电话无数，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回复嘛。你帮我出主意，我们下步工作该如何开展？这个事件不是一般的事件。你这个举报医院涉嫌人口贩卖的。对。人口器官贩卖的。器官买卖。里边还有现场，就是获取现场的录音，谈合作交易的一些录音，谈分赃的录音，还有取零件的录音，全程录音全部都有的。还有刘向峰切割那个女孩的那个小肠的全程录音，那个录音是5个小时13分钟，全程录音。所以这些都是铁证嘛，一线的录音。现在我们就是很无助，就没有办法，就只好在这个抖音啊、快手上面啊寻求帮助嘛。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想听听你的一些意见，有好的意见。我们现在正是很无助的时候，希望好些人帮助我们。这个
你这个医院涉嫌买卖器官的，你举报给卫健局的，是卫健局管辖的。是啊，举报了呀，他们说他们查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公布出去，把捐献者档案公布了3份出去，他们已经就查出问题来了，这是网友们查出来的，但是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报案。你把那个这些材料都给卫健局查，他查怎么查的？不知道嘛？还有个这个转款记录，4000万左右的转款记录，他们来说是以那个绩效工资，这绩效工资要通过研究生完了税之后，又转给一个副市长方春法，这也是后话的嘛。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在想一些办法抵赖，不想查。里边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她的捐献者档案，里边呢她的档案全是作假，完全是造假的。我们已经公布出去，有好心人已经把这些东西就全部查出来了。他们有些人已经报案了，不知道现在报还是没报案。我们罗家人没这个能力，也查不出来，他们查出来了。11岁的一个小女孩，他那边签字7个人，伦理委员会的签字7个人，完全是一个人签的。他的父亲，他这个小女孩只有父亲，没有家庭成员。他的父亲叫胡波，这个他留的电话，按照他的电话一查，这个电话不是胡波，是另外一个联络人的名字。通过他的微信账号、转款账号、支付宝账号，咱们把这个人的情况查出来了吧？这个人是干嘛的？完全是知道了嘛？这也是所有网友帮我们查出来的。里边做脑死亡的这个蒋正，他在2家医院去给这个小女孩做这个脑死亡鉴定。他实际上他是湘雅2院的一名那个神经外科的一个什么主任嘛，他不是那另外2个医院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来，里边50个人的捐献者档案，大部分都是造假。咱们查出来了。网友还查出了好多东西，现在不方便公布出来，他们还正在查。我们递交的材料是这样，递交了长沙市公安局就下发到无人区分局，无人区分局就下发到他们的刑侦大队，刑侦大队就把我们的这材料就石沉大海，到现在杳无音信，没办法。他们那个派出所拒绝收这个举报材料，那申请应该呈上回去吧？什么？你可以就是他们派出所是不能拒收这种群众的这个举报材料的，所以说
所以说他们拒收这个举报材料这个点可以申请一下行政复议。请行政复议，这不是就是在拖延时间嘛？我们直接就拨打110啊，110，这是有记录的嘛？多管齐下，你可以先申请一下行政复议，先给他们点压力，先给他们点麻烦。好的，我们考虑一下。你知道怎么写吗？不知道，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帮你写吧。好的，谢谢你啊。就是这行政复议我能帮你写啊，然后你到时的话，你就直接按照我给你写行政复议，然后就直接往上提交就行了。好的，谢谢你，你说嘛。但是有钱吗？啊？但是我写一篇行政复议有钱吗？要多少钱呢？588块钱，就是我写了以后，你看，要是写的能行的话，你就可以再给。好吧，行吧。需要吗？可以考虑一下嘛。那你加我微信还是？加微信吗？好吧，加吧。就是这个电话吧。就我写好了以后，我发给你看一下，你能行，再转也行。好吧，我把这事情我们内部探讨一下嘛，好不好？然后你可能还有挺多文书要写的，可能写不过来嘛，然后你也可以找我写。就比如说，你像这个派出所寄举报材料，然后你还可以申请一下执法监督。好的，行吧。好吧，我等一下我们家庭内部商谈一下嘛，好不好？行。好的，好，谢谢啊。好。